中國官方發布了11月的經濟數據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下滑至 1.3%， 官方的數字都繃不住了，真實情況恐怕得用崩盤來形容。現在公布的這些數據更像是一張被反复修飾過的死亡證明。先說結論，這不是經濟周期，這是系統失靈。11月本該是中國一年中最熱鬧、最亢奮、最不可能出問題的月份。雙11、黑五、年終衝量、清庫存、搶現金流，按理說哪怕是回光返照也該亮一下，但結果呢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僅增長 1.3%， 不是 3%， 不是 5%， 是 1.3%。這是一個什麼概念？疫情後歷史最低增速，在去年基數已經很低的情況下再次塌陷，遠低於疫情前 8% 至 10% 的正常區間，甚至低於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同期消費表現。更殘酷的是，這是名義增速，還沒扣通脹。如果按第5次經濟普查修訂前口徑重新計算，11月消費增速已經接近歸零，甚至可能是負數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中國消費已經從疲軟滑向停擺。有人急着出來解釋，扣掉汽車，11月消費還有正 2.5%， 沒那麼差。這句話幾乎是今年中國經濟敘事裡最危險的一句安慰劑。為什麼？因為它恰恰說明，居民對未來已經徹底沒信心了。汽車是什麼？大件消費，信用敏感，對收入預期高度依賴。汽車一弱，只有一種可能，老百姓不敢借錢，不敢花錢，不敢對未来下注。這和你看到的另外幾組數據完全對得上。居民短期貸款連續5個月少增，中長期貸款持續疲軟，購房意願持續塌陷。一句話總結，不是沒錢，是不敢動錢。而所謂非汽車消費好一點，本質是什麼？食品、日用品、基礎服裝、低價娛樂。這不是復甦，這是消費降級後的自我保護。錢去哪了？一個數字直接揭穿一切。今年以來，居民存款新增 12.06 萬億，消費只有正 1.3%， 存款卻在狂飆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錢沒消失，只是被鎖進了銀行，邏輯鏈條已經閉環，不敢借錢，居民短貸、中長貸雙雙塌陷，不敢花錢，消費同比 1.3%， 選擇存錢，存款暴增，企業沒訂單 ，MED 低迷，政府被迫上，發債托底，政府債券同比正 18.8%， 這不是復甦前夜，這是資產負債表修復期加緊縮型社會的典型特徵。如果說消費是喘着氣，那投資已經是直接倒下了。11月，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 2.6%， 但真正嚇人的不是累計值，而是單月趨勢。從下半年開始，固投增速轉負，10月負值暴增至2位數，11月同比暴跌至負 17.6%。這是一個什麼概念？有統計記錄以來最慘的一次。中國經濟最大的支柱不是消費，不是出口，而是固投。而現在這根支柱正在從內部粉碎。按當前趨勢估算，今年固投總規模大約 4.8 萬億，已經低於2014年。全國房價普遍跌回2014年水平，也就是说，中國經濟已經整體退回到2014年，而且這不是終點，固投和房價只是走在最前面的犧牲品。接下來，消費、金融、製造、能源都會陸續跟上，不是回到2014，
而是在2014的地板上繼續後退。當所有指標同時指向同一個方向時，任何穩中向好的敘事都顯得極其荒誕。消費沒起來，投資在塌，居民在囤錢，企業在收縮。而就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有人開始高喊順差創新高 1.08 萬億美元。但這真的是好消息嗎？不是，這是下一顆雷。順差越大，內需越爛。這不是繁榮的證明，而是內需塌陷後的被動外溢。真正的賬還沒算完，一場更大的塌陷正在路上，是正在醞釀卻更致命的連鎖反應。官方高調公布，11月中國進出口貿易順差高達 1.08 萬億美元。乍一看很唬人，但你只要問一句，就會渾身發冷。如果經濟真的在復甦，為什麼內需還這麼爛？在正常國家，順差意味着什麼？產業競爭力提升，居民收入同步增長，內外需形成正循環。而現在的中國完全不是，這是內需塌陷之後被動擠出來的順差。一句話解釋清楚，不是中國更強了，而是中國人買不起了。順差背後的3層真相：第一層，消費不振，錢不敢花，收入預期惡化，房地產去財富效應，社保不確定性上升，家庭行為發生根本轉變，能不花就不花，能存就存。第二層，企業無處可賣，被迫外捲，內需塌陷，企業怎麼辦？只能以價換量，拼命外銷，搶訂單，搶現金流。於是出現一個荒謬場景：國內賣不動，國外越賣越便宜。第3層，順差的真實含義，不是繁榮，而是結構性病變的 X 光片。順差越大，越說明內循環已經斷裂。有人問，外資不是在撤嗎？那為什麼出口還能撐住？答案只有一個詞：去風險化的滯後效應。外資撤離不是因為看不到產能，而是看清了3件事：一、規則不可預測，監管突襲，運動式執法讓資本無法定價風險；二、政策朝令夕改，不是利潤低的問題，是今天能幹，明天就死；三、地緣政治溢價失控，站隊式外交讓中國資產長期被折價。於是發生了一個極其危險的組合：外資撤離，融資收緊，內需塌陷，企業為了活命只能搶出口，衝順差。這正是當下最大的悖論：順差越大，信心越小。所有宏觀數據最終都要落到人身上，而現在最先被擊中的是2群人：一、青年失業不是摩擦，是結構性失敗。青年失業早就不是暫時現象，它的本質是產業升級失敗，民營經濟被持續擠壓，創新空間被行政權力壓扁。一句話總結：年輕人沒有進入未來的入口。當一個社會連年輕人都不敢對未來下注，這個社會已經進入危險區。二、農民工返鄉返貧，安全墊被抽走了。過去20年，中國底層的最後安全墊是什麼？房地產、基建、地方政府投資。現在呢？房地產塌了，基建放緩，地方財政枯竭，結果就是返鄉不是回家，是被迫退出城市。返鄉之後，沒有產業，沒有崗位，沒有保障。這不是周期波動，這是底層通道正在關閉。在全球去風險的大背景下，超大規模順差反而會變成靶子。你已經能看到輪廓：反傾銷、反補貼、產業安全審查、技術封堵常態化。當內需不起，外需受限，
兩個引擎會同時熄火。這不是被圍堵的勝利，而是戰略誤判的賬單。這不是一次普通的經濟下行，這是治理邏輯的系統性失敗。3句話講透本質：以權代勢，擠壓民營經濟；以安全替發展，犧牲效率與創新；以宣傳代改革，用口號覆蓋並造。當絕對正確的權力想象成立時，糾錯機制就被拆掉了。所有風險不會消失，只會被延遲、被放大、被集中引爆。如果什麼都不改，結局只有一個：如果政策維持現狀，不做徹底稅制改革，不取消雙軌制，不恢復市場定價與預期，那會發生什麼？一句話預測：經濟將一路後退，直到接近2008年金融危機水平才算自然觸底。但問題在於，指望放大招本身就是幻想。把中國推到今天這一步的，不是市場失靈，而是權力對市場的系統性干預，對社會的持續性擠壓。他的在位才是真正的誤國誤民。